好的，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的日期来到了2025年10月22号，我们的讲师许权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直接来邀请许权为大家做开讲哦。好，许权请。嗨，各位好，各位伙伴，线上好啊，大家好，就算初次见面，然后也是第一次在就是贝学院这边，然后很高兴你们的邀请啊，对，很高兴知你的邀请。那这边就做一些简单的分享，是我这一次算真的是远征到地球的另外一端，搭了19个小时的飞机飞到葡萄牙去参加这次的世界罗浮大会。那我这边就简单的开始我的就一些 slide 的部分。那关于我，然后关于这个 mood，然后跟这次活动，我会以我们这次在活动营期间，然后我这次作为 IST 的每一天，应该说他在整个活动规划中，这个时间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在葡萄牙就是两个大城之间的一些回忆的照片吧，就是算会前跟会后旅游。这边是关于我就很简单的介绍，那前面宣传图可能也会有，就是下面一些字。就我现在是在台北市敦化国中童军团，那我是双宣，那目前是77团女童军的服务员，然后同时也是298童军团的服务员，那都是国中这个阶段的童军。那我自己本身参加童军是从国小开始用女童军一路到现在，所以就也是快20年了，好可怕。对，那我自己的算国际活动经验没有到特别多，但我觉得算是蛮精华与经典的，就是刚好在2007年那时候是作为参加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世界大陆营，然后在2015年在日本举办的那一次，然后是代表团的副团长，那一次就是有带团里面的学弟妹们一起去。那接下来是今年在葡萄牙的世界罗浮大会，那终于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国际中国人 IST 的身份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同学活动。但我自己在这一次的收获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我并没有在台湾是罗浮的这个身份活动过，所以在这次的体会还蛮不一样的。尤其是这次罗浮大会都是以成人以上的参加人员。那这边再放这张照片是我在里斯本要出发去营地的时候的装扮，就是这次是东西都背在身上，然后虽然我托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托运，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抓一些行李的准备的时间，这是我对于出国露营的一个准备。那后面是木特，这次的木特，我其实是在6月初，算是最后报名截止之前最极限的时间，才决定要来参加这一次的木特。那时候其实是想说，哎，我知道2027年接下来要世界大陆营在波兰，然后想说看看有没有一些总会的资讯要出来，要开始启动了吗？结果还没有发现，倒是先看到了最后在招募有3个 IST 的名额，然后去参加这一次的世界罗浮大会。我想哇，不容易，也在葡萄牙，这看起来是一个平常不是那么方便去到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我还没有去过的活动。想说，哎，不如就趁这一次的机会参加一下截然不同的体验。于是就 open mind，就是非常算冲动嘛，就确定了工作上可以请假之后，就决定前往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它同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是，它从里斯本开始，然后刚好2大城，它会结束在波多，所以就那时候还在想说，哇，原来罗浮大会的应该说 PAF 这种移动露营是真的在途中这样子进行的吗？就是那时候我对这些整体的了解还没有到那么多，但我就好，我决定来接受这个挑战，给自己一个大挑战。那非常的算是切合他这次的主题是 engage，于是就是这是
time to engage with all， 但是确实在整个活动体验下来，感觉就是对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一些滚动式修正，跟每天不一样的挑战。那左边这边2张图是他这一次发给我们的一个布章，官方的布章。那下面这个就是我这次在这个活动里面担任的工作，是在 Society 跟 Policy 这个社会与议题的这个分组。那工作的地点是在 Main Camp 主营地，然后的 Workshop 这个分类，后面会讲到我们这个一类。那这边是先讲到我们前2天，我们 ISD 它这个是从它的官方网站上面抓下来的图，所以有一点点小，但它这个 timeline 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 ISD 前2天先进驻到这个广大的看起来像海的河边，那它其实是一个风非常大的地方，也非常空旷，完全没有任何遮蔽物，大家就是扛着家当进来到这边，开始第一次的扎营。这个是那时候有预想到说，哦，这个资讯是在官方上面就可以看到说，我要至少要搭2次帐篷，从 pre camp 到 main camp。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发现，就是有非常多的帐篷快要飞走了，或是物品没有办法好好的放好，再来是它的营绳跟营钉不是那么好处理，就看到这个时候就启动了一种叫做营锤外交。当你有一把营锤，你周边的10个帐篷可能都仰赖你那把营锤去把它架起来。然后风非常大的状况之下，同时就刚好跟周围的外国伙伴们进行第一次的交流，非常初步的交流。那这边是在 Pre-Camp 的我拍到的一些画面，最右边的这张就是在开幕式的时候，我就截了一个我们国旗正在飘扬的画面。中间这个是他在当这个营地的时候，我们取水，它是直接从地上出来的一个很像消防水管的地方。然后它总共有4个出口，所以刚好现在是客满的。然后我在排队，然后我帮他拍照。然后再来是我不认识是什么鸟类，但是他就跟我们一起在这边露营，在我们营地旁边。然后最左边这边是算垃圾桶大军吗？他非常的应该说，葡萄牙这次童军在这个活动期间跟之前，他就有一些宣传说我们的垃圾应该要如何分类，那什么颜色应该要丢什么项目。在里斯本的这2天、这3天，看似还有在控制范围内，但是后面就进入了一个大家已经不知道要怎么丢了。有一些是像纸张，我们可能湿纸巾会有分可以回收不织布的，或者是那种棉布的。那它细项太多了，变成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它的垃圾。对。那在后面26到29，就是我们在里斯本开幕之后 ，IST 要转移阵地到我们主营地。那这个时候参加人员是出去走进行他们的 path 的时间，是刚好这4天。然后这边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们 IST 这段时间在干嘛。这边是我们移动的时候，那最左边的这个是我们要从里斯本进到我们奥华主营地的时候，我们要先借由他们用火车来移动大量的人，但是我们在火车站光是扛着家当，要先经过天桥，再走到月台上，大家就已经开始哇，这个烈日在这边，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还要扛着这些东西前进到那边需要花多少时间？这时候一切都是个未知，因为我们不知道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那中间这样是我们终于上了火车，跟我们各种行李一起东倒西歪在座椅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拍到我们停在中间，不确定是哪一个站，在等待火车，有2列火车的状况。那前一台火车是
出现了冷气故障，但综合所有伙伴分享，是不是全部的车厢都没有冷气？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把人都挤到有冷气的车厢里，就是他们在这个部分的危机处理有一点点耗时，以至于我们从里斯本到主营地原本表定是3小时的移动，我们硬生生是拖到5个小时半。那在右边这边是我们到了主营地附近的火车站之后，他到下车再给了第2瓶水。那我也不是很确定，在这个时候发瓶装水的用意是，大家其实进到营地就已经会有水源可以取得了。对，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在火车上面的时间太久了，大家其实非常的物资缺乏、疲惫，没有水又很热，这算是一个艰辛的转移过程。那再接下来是到我们 IST camp 的部分，这边有一点，左边这边是我们 IST 住的营地，那这一条灯条是它去区分我们活动范围，就后面这边它是有其他日间活动的范围，那它是希望我们在这个灯条的右边前面这一侧去搭设我们的我们的帐篷。可是后面就会发现有一些就是一样超出了这个范围，是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已经客满了，大家就是自己各自选择一个位置去把你的帐篷搭起来，但是因为大家的帐篷并不是完全的同样大小，所以会有一些冲突的状况产生。但是我用一个缩时的影像拍正在经过整个 IST 扎营的区域，这条路是后来大家走一走之后算约定俗成开出来的路。许权，我们没有看到影片哦。好哦，处理一下。要先暂停这个画面，然后去选影片的部分。OK， 暂停它，然后。OK， 好，这边。那我们大概每天走这条路，根据需要去到的范围，这边到最后通往的是餐厅。那我是从我的营地出发，我的营地刚好是在整个 IST 居住的最角落，所以这样走过去单程大概要5分钟，走慢一点的话。那右下角这个大张的图是我们 IST 在前面进驻到主营地之后，隔天我们第一件工作就是搭设我们活动需要使用的，这叫什么？园游会帐篷嘛，就是只有屋顶的帐篷。然后它就是变成说，我们所有的人在前面先知道了自己要工作，自己的工作内容，然后大家稍微认识一下彼此之后，就开始进行营地建设。那这个部分的营地建设是接下来一直用到我们要离开之前。这个是从后面在盘日本回来之后，我们在主营地又开始了一次新的，算是开幕典礼，就是欢迎大家回到跟 IST 们一起，那在主营地的一个活动。我从右边这张图开始讲，这个是我们在主营地的开幕，那它是邀请大家到海边的一个舞台，那后面这是正在夕阳的时间，但是它的餐食就是发了相对不健康的食物，就是给了我们一包洋芋片，那也有苹果跟汉堡这样子，大家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食物让大家 take out。然后接下来是左下角这一张，这个是在我们的餐厅，当大家已经吃完饭了，晚上大家都就是食物都已经撤收的差不多的时候，接下来就是
是开始进行一个大型的交流会，你可能可以换东西，你也可能可以坐在那边跟大家聊天。那所有人就是随意的进出，那这个时候是所有的与会人员，就是不论是参加人员还是 IST， 你有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坐下来就是很开心的聊了5分钟。那他有可能想要换东西，或是他拿出来的东西你不想跟他换也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所，然后因为童军所以认识了这么多人，然后是用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在跟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做一个交流。然后中间这一个是我在工作途中就是拍摄，我们后面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在进行他的 workshop。那前面这个是这一次活动它有一个算是捐印的部分，那你可以把这个图腾就是印在你有的所有的 T 恤啊，或是布料或是领巾上面，那做一个纪念。然后在左边这个小小张的，它是在我们大家要离开的时候，我拍下来的一张画面。它其实制造了蛮大量的被弃置的垃圾在主干道旁边。对，这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有些人的帐篷坏掉了，有些人的水电破掉了，那椅子坏掉，任何好的或坏的或他不想带走的，他都会被他弃置在这边。所以这算是我对大露营就是重新一个很大的认识，是他其实花费了蛮多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那中间的这一张，中间上方这张是我们的闭幕式。闭幕式这边也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再下一页，这边是以天，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就前面有讲到我的工作是在 Main Camp 的 workshop， 那其实有分了6个大区，那 workshop 是 locate 在 Main Camp， 那 games 也是在 Main Camp，Beach、the River、Over， 然后 Espanyol 跟颇多，这是在主营地外面的一些分站活动。那我一开始我被分到的是，其实是在 Games， 然后是在主营地 Games 的一样是社会议题这一组。那为什么会被换到 Workshop 呢？它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活动，它其实需要比较多的英文，就他的这个工作需要比较多英文，但是他们有完全不会英文的伙伴。所以变成我跟他去交换工作，他来到 Games， 然后我去 Workshop。这个算是在这次活动也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是因为在葡萄牙，所以很多的西语系跟葡语系的国家的人来参加。那我在实际上 Workshop 工作的执行上也会有这样的语言隔阂的问题，那会也是感谢就是伙伴们非常友善的会帮忙去翻译我们这个活动在做什么，尤其是 workshop 我的站是一个讨论议题的站，所以它会有点困难。那这边我们的 training day ISD training day 第一天它的一个图腾，那我们每个人他在破冰游戏的时候，他除了有一张算是蛮简单的大家签名，然后去认识新朋友，这是一个学习单的模式。那在拼图这一块，我觉得它非常有趣的是，我每个人会得到一小块拼图做一个纪念。那就是这么多个拼图齐聚在一起，才有办法完整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构想。那这边的话是我的伙伴们跟隔壁组的伙伴们，这边是 workshop 的伙伴，那这边在这个帐篷底下是我们
workshop 的伙伴去帮忙 games 的伙伴做这个活动的演练。我们到当下就是在这几个 training day 的时候，开始去执行我们要玩的事情。那我们去修正我们如何去操作这个玩法，给接下来如果参加人员回来之后，我们要真正如何去带他。所以他并不是说我知道我的工作做什么之外，就只有一种玩法，然后没有做任何的反思源。那这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作为 IST 可以去体会跟去玩，算是一种协助他们去修正我们这些活动要如何进行，然后同时也是我也参与了这个活动是怎样子在进行的。它这个中间就是这边有个小的 article， 它其实是因为我是在社会议题分组，那这个 article 它有一些是关于人权跟一些权利义务的讨论，那还有一些它这个是比较像是我们人被赋予的基础保障，像是你会想要是安全的，你会想要是被尊重的，就是有 safety， 然后还有一些有点稍微有点忘记，这个是 games 的一种玩法。那当然围绕着这些议题，它会呈现用 workshop 的方式跟 games 的方式去执行。那最右边这个是我原本一开始拿到的一个课程的表单，那他有把这些课程，应该说他的这些游戏方法，他把它写出来，所以它的优点是我当下被分到这个工作，那我可以先去阅读说他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它上面会写说我这一组应该要有几个关主啊，接下来一个梯次参加的人员是多少，那我们如何去演练，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结果。不过这个在我们真正执行的时候已经发现，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不足。像我这一关，它其实上面也是写说，哦，我可能要有2个人，那我们一次要带40个人进行议题活动，但只有我一个。然后还好是大家也没有很多参加人员来，3天可能总共来了60个人次而已，全部的时间里面零零散散的来。那左边这边这个是 Can we have it all？ 这是我的 workshop。那后面是我的伙伴们，就我们的帐篷下面就对，不是很多人。那这边是算是在整个主营地里面活动场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大家来到这边，大家来到这一站，他其实可能只能在他们的 app 上面选择看到这个 topic， 就是这个 title 说 Can we have it all？ 那我们不是很确定说他们还有没有知道更多的资讯。那我这一站是做关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是应该说 human beings 跟 human rights， 我们能不能同时保有？那它比较容易切入的一些议题是我们环境保护跟我们经济发展。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是经济发展是可以凌驾于环境之上的吗？还是环境保护要完全优先于经济发展条件？那这个会在我们这个 workshop 的45分钟里面去进行讨论。所以我变成我的 workshop 这个工作里面，它会需要至少4个参加人员来进行讨论，而且会变成比较难操作的是，如果今天这4位伙伴都来自于高度发展国家，那很多的话题上面会有一点没有办法更新我们固有的认知。那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有绝对答案的事情，那它算是一种启发，你可以去了解世界上更多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算是被派到了一个蛮困难的任务，但还好就是有来参加的人们就
学员们感觉回馈还蛮好的，因为他其实这个 QR code 是让来参加的人他上去评分回馈的。那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说我们被评了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看不到，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他官方应该说大会这次这个设计，它应该是只有他们 planning team 他们才有办法去收集这些资料。那中间其他这3张是就是正在这个 training day 发生看到的一些画面。中间这个是另外一个是算故事分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从非洲来的难民，你家乡开始进行，你突然就卷入一场纷争，那你要开始逃难，那你的选择会是什么？所以它会有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第3个选择。那这些全部翻过来的背后都是一些真实的故事。那这是我的伙伴他的关卡，他 workshop 在做的事情。那中间这个另外一个小船，它也是一个，他是说我们要如何去收集资源，所以这是一个跟社会资源分配有关的活动。那这边后面讲一些我在 main camp 看到的景象。就我们的营地是在海边，但它其实是兼具树林与沙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先踩过沙子的区块，然后有水槽，然后右手边是我们的厨房，应该说餐厅。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在树林，但是它其实算松树科类的，所以路上非常多的球果。要走的时候，后面几天比较好，因为大家已经把路就是靠我们的双脚走出来了。前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些在地植物的攻击。那左边这一张是它的充电站，它这次做的充电的方式是，他请这些行动电源的厂商进来架设这样的交换站。那这是用租用的方式去处理。我没有去租用，因为我这次刚好有带太阳能板，那我自己的电力循环是足够我自己个人使用的。那这是我们对这里有小小的一张我们的台湾代表团照。那这3个杯子它的故事是，中间这个红色杯子它其实是在厕所里面拍到的是它的锁，它里面是用扳锁，但是它外面其实是有钥匙孔的。那这个钥匙是插在上面，所以它的应该说卫浴的这种临时搭建的设施，它的锁并没有完全是统一的，也是蛮尴尬的一个模式。那中间这边的话是刚好下午有一个空闲，那营地里面的咖啡餐车有卖他们的蛋挞跟他们的柠檬塔小点心。那这个杯子的故事是他们这个 Delta 咖啡厂商跟他们在地的插画家合作，那是做一个公益的设计，所以这个杯子它本身是你要取得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想要捐献多少来赞助这个活动。我们在营地里面吃的3餐，这边右边这3张刚好是早餐、午餐跟晚餐。早餐每天是一样的配置，都是有麦片、那牛奶，然后柳橙汁、火腿片、起司片跟蚂蚁都不吃的面包。那这个面包一言难尽，就是你不吃它就会饿，因为你是唯一的早餐的淀粉的来源。那或者是你只能吃玉米片。那后面几天就是你午餐也会出现的面包跟一坨糊糊的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有这个是比较看得出来是千层面，但因为我是带杯装，就是我的餐具是杯子，所以它不像大部分我有观察到大部分带的都是盘子或是大型一点的容器。然后再来是生菜。那晚餐的这一杯它不是果汁，它是蔬菜浓汤，就是规律的3餐，那也只有一个选项。
那这边有哈利这个是雅婷班长借我拍照的，对，他是在那边有先买了一个辣酱，非常非常独特的风味。然后在右边这3张是中间这个是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在地的 staff 跟我们分享的，算是他们的 V 汤，那它上面是加了巧克力酱，可是它在经过了可能一天，因为中午的时间大概有体感可能30几度，所以它已经变成一整大块的 V 汤，它已经是 V 汤巧克力夹心。然后这边这个是我们瑞典的伙伴带的粉笔造型的软糖，它吃起来是蓝莓口味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没有我在吃粉笔，对，就是算大家会带一些小点心去做分享。然后在旁边这个是如果晚餐吃完然后宵夜需要的话，确实在营地有一排餐车，那它是有卖一些炸的食物，然后还有一些点心。然后我在后面这边是一些关于在会前会后在葡萄牙看到的被我拍起来的东西。在里斯本的部分呢，他们的捷运的票券贩售机是会休息的，大概晚上10点它就会关门了。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应该说贩卖机不是特别的多，可是在捷运站、地铁站或火车站会有出现，然后有一些景点的角落也会出现，所以它这些都还是蛮旧式的，你都只能用硬币，就是现钞去购买。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流龙，算是两边铁拉门式的电梯，而且它就你要两边的拉门都拉上，它就直接启动，是非常传统的版本，不是现代的电梯。然后这边红色的桥，这个是里斯本的著名的桥。然后再来在前面有一天去辛特拉城，对，这边是一些算照片集锦这样子。然后我是使用里斯本卡在这些地方旅游。那我在去辛特拉那一天有再进到罗卡角去世界的那一端，真的是一个非常风很大，就在海边，然后还飘着绵绵细雨，你会觉得哇，这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这个陆地的边缘，掉下去可能就是跟这世界永别的一个地方。然后觉得确实，当时候为什么他们来到这边会留下那个知名的那一句话。那在波多这个城市是我们结束的地方，那我就是只有挑了几张，因为我也没有把我全部的照片整理完，就是看到了一个停狗区，然后在葡萄牙 CP 他们的国铁，那接下来是他们的铁桥，然后跟泛滥的鸽子，如果在路上吃东西的话，要先保护好你的食物。然后接下来是这边有点花，那左边呢是这一次的活动领巾跟我们代表团领巾，我把它卷在一起。那中间是有跟荷兰的伙伴交换到他们的小木鞋，这算是他们每一次的活动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象征品。那我也觉得我们这次台湾有做这个看起来非常小垃圾嘛，小废物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要怎么去跟国际伙伴讲解护身符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可能各个国家在各种宗教里面护身符也是有存在，可是不是像我们这么的醒目，然后跟可以去随意的变动上面的一些图案跟花样。那这个在每一次跟大家交换东西的时候，
我是有想办法去跟大家解说，这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特殊的信仰的小的周边。那我自己是没有把这个香火袋拿去过炉，毕竟有些还是宗教上的抵触，那就是把它纯粹作为一个象征物这样子。那我跟他们解释上面的字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再来是还有很多的国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常在统军活动上面看到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去更换，应该会去拿你的国旗的布章或是这些别针去做交换，所以还有贝登堡先生爵士他有出现的这些图，他们都会有人特别在收集这些东西。那中间下面这一块是我这次有交换到的一些物品，然后跟我带回来的东西，这边有一些没有特别的摆的非常明显，上面这坨都是衣服跟领巾，就题刚好上周末才结束，这个也是一个故事，是这边右边这4个是我用一个2003年的就体布章跟一个伙伴换到的，但也是觉得也是蛮感谢他愿意跟我换这么多个1打4，所以这就是一个算交了一个朋友，然后也可以持续在未来活动有机会的话再相遇。那上面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树林里的营地，右边这一块是我们 IST 住的，左边的部分是他们参加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住在这片树林里。对，我讲的就挑一些看图说故事，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那这次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宣传一下下一次的木子在台湾，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许权今天精彩的分享。这边我们先来让大家先合影哈。好，大家都在吗？都在喽，这边要拍照喽。好 ，OK 了吗？拍喽，3、2、1，哦，信用上来哦，好，拍照。好，谢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